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公司开完一个高压会议，你坐在车里，火熄了，烟点了，却迟迟不想上楼。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一个中间态。这种感觉，如果你能理解，那你就能理解那个时间一到，却死活不肯放下手机的孩子。我们平时看孩子，总觉得那个能瞬间关掉游戏，立马端坐书桌前的孩子，才是所谓的好种子。但今天我要泼盆冷水，也要给那些叫不动的孩子正个名。那些在手机面前磨蹭、发火、眼神空洞的孩子，可能并不是在挑战你的权威。从脑科学的角度看，他们正在经历一场不亚于断骨增高的生理性阵痛。咱们男人看问题喜欢抓本质，孩子赖着手机不放，真的是自律性差吗？不一定。我甚至要说，这种孩子身上藏着一项极其罕见的顶级天赋——深度沉浸力。你要知道，玩手机不是单纯的消遣，在神经科学里，这叫高带宽、强反馈的感官轰炸。每15秒一个爽点，视觉特效、声波冲击、成就感反馈，多巴胺像泄洪一样冲刷着孩子的神经元。那些说停就能停的孩子，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完全扎进去，而那些叫不动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心流状态。如果你家孩子玩手机时叫他3遍没反应，动他一下就炸毛，这说明他的前额叶，也就是负责理性的那个指挥官，已经暂时交出了方向盘，全权由杏仁核和奖赏系统在驾驶。这时候你让他立马去背单词、写数学，这不叫切换，这叫跳崖。就像你正在高速公路上开到180码，有人突然拉了一下你的手刹，你想想，那是种什么感觉？那是认知的撕裂，是情绪的追尾。我们在职场摸爬滚打这么久，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所有的稳定都来自于平滑的过渡。可我们对孩子太残忍了。学习在本质上是一个低多巴胺活动，从短视频、游戏的巅峰快感，直接跌落到白纸黑字的枯燥思考。这在医学上叫生理性阶段。孩子此时的磨蹭、发呆、找借口上厕所，其实是他在潜意识里自救。他在寻找一个减压舱，试图抹平大脑皮层那层被过度激发的兴奋褶皱。可最可悲的是什么？是很多家长，尤其是我们这些讲究效率的父亲，喜欢用暴力减速。时间一到，直接夺走手机，或者雷霆万钧的吼一声，给我写作业去。这一吼，孩子的大脑里会发生什么？杏仁核瞬间过载，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大量分泌，这种激素会像病毒一样瞬间锁死前额叶。也就是说，你吼得越凶，孩子的大脑就越像一团浆糊。他不是不想学，他是生理性的丧失了思考能力。长期以往，孩子会建立一个条件反射，放下手机等于痛苦，开始学习等于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越长大越厌学，不是书本难，是那种从高潮到冰点的暴力切换，让他们对学习产生了骨子里的排斥。那么，真正的高端玩家父母是怎么做的？第一步，我称之为同步共振。咱们在公司带团队，想让下属改方案，你得先听听他的思路，对吧？教育也一样，别站在门口像个监工一样喊快点，还有2分钟，那是噪音，是入侵。你的声音在孩子听来就是敌对信号。高情商的父亲会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哪怕你心里急得冒火，也要温和地问一句，这关很难吧？我看你刚才那个操作挺细的，怎么打出来的？或者这个博主讲的挺有意思，哪儿吸引你？这在心理学上叫建立共享注意力。当你进入他的频道，你们的脑波就开始同频了，他的防备心会降下来，注意力自然而然地分了一半给你。这时候你再说，好了，这一局打完，咱们得给大脑换个频道了。他顺着你搭的这组认知桥梁走出来，
心里是软的，情绪是平的，这叫软着陆。第二步是给孩子设计一个多巴胺阶梯。记住，永远不要追求从屏幕到书桌的无缝衔接。我认识一位做风控的大佬，他带孩子非常有手腕。他从不要求孩子放下手机立刻写作业，他会给孩子一个中转指令：儿子，时间到了，咱们先去阳台给花浇个水，或者下楼帮我取个快递，回来再开工。浇花、取快递，甚至只是给猫铲个屎，这些活动属于中等多巴胺区间。这10分钟的物理位移是给大脑的一个代谢期，让刚才那些狂乱的化学物质慢慢平复。当孩子完成了这些简单的体力活，他的大脑已经从那个虚幻的电竞世界退回了现实世界。这时候再坐到书桌前，他不需要再对抗强烈的戒断反应，心就定下来了。第三步，也是很多男同胞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控制权外化。咱们男人最怕什么？怕别人说咱们控制欲强。但在孩子眼里，如果你天天盯着表催，你就是那个剥夺他快乐的罪魁祸首。我们要学会把矛盾转移出去，去买一个视觉化的倒计时器，那种红色的色块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缩小的工具。你要告诉孩子，不是爸爸不让你玩，是时钟说时间到了。你看，红色消失的时候，手机就要去充电了。这在管理学上叫规则的前置。当你把人的权威转化成物理规则的权威，孩子的抗拒感会大幅降低。他看着红色区域一点点变少，他的前额叶会提前启动预警，开始进行自我克制的心理建设。这不是你在逼他，是时间在流逝。这种视觉化的刺激是训练孩子时间感知力最有效的手段。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竞争压力下长大的，我们习惯了令行禁止，习惯了高效率切换。但我们要明白，孩子的大脑是娇嫩的，也是极具弹性的。一个叫不动的孩子，如果你引导得好，他成年后的那种极致专注力可能会转化成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的科研精神，或者是在复杂市场中冷静博弈的职业素养。我们要做的不是做一个只会掐表吼叫的监工，而是做一个懂得脑科学逻辑的环境架构师。别在孩子高速行驶时猛踩死刹车，去给他修一段减速车道。别站在他的对立面做敌人，去走进他的世界做那个领路人。当下一次你看到孩子沉浸在屏幕里时，别急着发火，帮他搭个梯子，陪他走一段。你会发现，那个心平气和走向书桌的背影，才真正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我是高维认知，在这里我们用逻辑拆解生活，用深度对话成长。如果你也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启发，记得点赞关注，咱们评论区聊聊你和孩子之间的那些博弈。